血天冲！血血尘！师傅，公主，桑琪，谢城主，玉切宫的滋味如何？你怎么可能会玉缺宫？当然是因为有灵儿的帮助。我都说了，我跟你不是同路人，我跟师傅才是。灵儿，苏宁熙的尸身在哪儿？他已经死了，你还想如何？他凭什么就这样死了？死了，我也要将他挖出来，挫骨扬灰。休想！当年在风歇亭围攻我的，有你吗？20年了，你们净化宫还是如此令人生厌。苏宁根，你可以不管净化宫，不在乎自己的死活，但这个人，你一手将他带大，对他寄予厚望，甚至将一身修为相传。想要他活，就告诉我苏宁熙在哪儿。她是宁熙的女儿，是宁熙的血脉，你真的要杀她吗？你这个蠢妇，她背叛了我。和高凤许生下的孽种，你居然让我手下留情。不过，你倒是提醒了我，今天我就先断他一臂，以报当日一箭之仇。不，宁熙没有背叛你，当日伤你的是我，不是宁熙。是我假扮成宁熙的样子，偷了他的春生剑，看了你的神谕，困兽法阵。
快手法这一程，莫要在这个灵族多做纠缠。明熙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令我感到恶心。所以，之前的一切，你都是在骗我，从头到尾都是圈套。我身为镜花宫少公主，怎会看上你这卑劣灵族？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不过是为了活命。谁知你竟当真了，那便索性将计就计。诛杀苍狼族余孽！不是宁熙，师父，可她终究还是嫁给了高凤虚，生下这个孽子。她没有嫁给高凤虚。林夕死了，她在出嫁前就死了。宁熙，桑琪已经死了，你还是识相一些，乖乖嫁入明月山庄吧。他没有死，你们砍断了他的手臂，却让他逃走了，是不是？桑琪在风歇亭被我和五大长老围攻，你觉得他还能活命吗？我知道你能让死人复活，为防后患，我已将桑琪的尸体挫骨扬灰，只带回这截手臂与你作证。姐姐，你就要出嫁了，怎么还帮我梳头？以后，姐姐就不能陪着你了，也没有机会和你好好说说话了。你记得收敛些脾气，不要太过冲动，免得吃了亏。练功之时，切忌贪功冒进，过犹不及。若是走火入魔，再没有姐姐帮你了。之前想走，却一直舍不下你。我和桑琪说了，等找到落脚之处，若你愿意，便接你过去；若你不愿意，这镜花宫也是你的安身之处。你勤勉要强，又十分听话，资质在弟子之中最为出众。有朝一日，师父定会将公主之位传给你的。我答应过永远陪着你，如今我却要食言了。今后，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弟子，敬你、爱你，你也会遇见那个与你相知相许的人。而桑琪，他却只有我一个，我不忍骗他，更不愿弃他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！快来人！别喊人，姐姐。3日前，我就服下芳菲剑了。我这副身体，想要救死，也是很难的。答应我最后一件事，将我和桑琪葬在一起。若有来世，我再还他一辈子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桑琪他没有死，他逃走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要离开我。他的体质生气无限，想要自尽太难了，唯有芳菲剑，天下之毒之物，让他的心脏生受了3日凌迟才能死去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不要！你醒了。师父，
是呢，二师傅，姐姐呢？苏宁熙已经死了。原来那不是我，姐姐真的死了。明日拜堂，仙王各派都会来观礼。你扮作宁熙，与高凤许成亲。可是姐姐已经死了，那又如何？要是让人知道苏宁熙勾结灵祖，永生不灭的元婴玄女居然已经死了，以后晋华宫还怎么在仙王立足？宁真，听话，事关锦华宫与明月山庄的脸面，不能让别人看出破绽。宁熙已经死了，我们还得活着。我做不到。师傅，我要见姐姐。你拜完堂，我就让你见她，否则你这辈子都见不到。我竟不知他所遭受的一切。我一直以为他背叛了我，伤害了我竟然恨了他一辈子。所以，高秋明是素宁真的女儿，当年嫁给高凤许的是素宁真。师傅，我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我倒宁愿秋明是我的孩子。高凤许非要娶宁熙为妻，无非是看中了她的元婴玄女之体。秋明出生的同时，混沌珠就消失了。高凤许与秋明验过血脉，证实两人血脉相连，所以推测是混沌珠与他的精血相融，化形成人。他欣喜若狂，对外宣称宁熙难产而死，并造了假珠，最后妙华将其藏于珠塔。师傅，那我是混沌珠吗？昨日之前我也一直是这么以为的，但直到昨日我才发现，我们都被蒙蔽了。混沌珠并未与高凤雪的精血相融，她也不是消失，而是逃走了。那一阵刺眼的花光，并不是秋明降生的异象，而是混沌珠降世。他借着那阵光逃走了，而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化成了秋明。穆玄灵才是真正的混沌珠，他与秋明都是宁熙的身体孕育而出，所以血脉相连。秋明也说过，穆玄灵幼时脸上长着妖纹，那妖纹与混沌珠的圣纹是一模一样。所以，那不是妖纹，我才是混沌珠。如此说来，一切变通了。穆玄灵没有灵枪和灵丹，所谓的妖纹，是混沌珠带来的印记，妖气也只是混沌珠的气息。这世间无人知晓混沌珠本来的气息如何。先入为主，误以为他是灵宗。这些年我也在秋明的身上寻找过宁熙的生机，却始终没有找到。原来是我找错了人。穆玄灵才是真正的混沌珠，他吸收了宁熙的生机，也许抓住他就能复活宁熙。桑青，我知道你也想让宁熙活着，抓住他，这是唯一的希望。师傅，你怎么样？师傅，师傅，你真的要对我动手吗？灵儿，10年前在明月山庄，我之所以会注意到你，是因为我在你的身上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宁熙的气息。但你不像他，
我在你身上看到的，反倒是我自己。若我和宁熙有一个孩子的话，应该也如你这般吧。所以，即便我明知你对我心存敌意，也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伤害你。过来。桑琪，你并非无情无义之人，否则苏宁熙不会倾心于你，牺牲穆玄灵也不可能救回苏宁熙。你当真要这么做？如果有这个希望呢？我不想，也不能放弃救活苏宁熙。这个希望，在灵儿身上，在混沌珠身上。灵儿。你过来，我不会伤害你的性命。嗯？奇迹的发生，必以同等代价交换。要想让死去20年的人复活，谈何容易？逆天而行，必遭反噬。今天，我绝不会让你伤他一分一毫。任何人休想阻我！你入魔了，那又如何？魔，怎及人心可怖？谢雪晨，如今我神窍已开，怀有玉阙灵力和暗域魔技，你以肉体凡胎，安能阻我？少说废话，一试便知。灵儿，杀了谢雪晨，杀了他！灵儿，杀了他！穆玄灵，在雍雪城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今夜，我好像看到真正的人间了。穆玄灵，等我。灵儿，那雪，快带他去安全的地方。
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混沌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这纷争的火焰已经划破。君天剑道，原来如此。血逐渐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越过的人，劈开的约，不畏风雪，负起天下的执念，为英雄不顾一切。这一场轮回上，让君这一世化改变。桑琪，你可知君天从何而来？君天是鸿蒙初分时留下的一道杀气，一道开天辟地、碎裂乾坤的毁灭之气。若非生死一线，我已悟不透君天至高剑道。你只看到了它带来的毁灭，却看不到这一剑之后的生机。血逐渐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最强的剑气，不是无情，而是有情。我们走吧。什么破玩意儿？但别喝这个。杀了他，夺回护心灵。你莫不是对他心软了？怎么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？那天你那么急着跑回去，到底换回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啊，自从这个黑花长出来之后，神智总是有点恍惚。果然，宴会时还有些异常。莫不会是黑气之主？让我进你识海看看。想不到，这彼岸花竟然生长得如此迅速，才不足1个月，就有将我识海覆盖之势。果然是他，黑气之主想要用彼岸花的花根来操纵你。等到时候彼岸花遍布你的识海，你便会沦为他的提线木偶。原来他跟我说的3个月时间是这个意思。什么3个月？他让我3个月之内帮他夺得护心灵。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现在才讲？我又不打算按他的做。再说了，那龙现在厉害得很，我何德何能与他一争？你听好了，那条龙现在对你满怀愧疚，你都不用动手。知道护心灵在哪儿？它就在你的嘴上，你只要问他，他就会给你了。我不想要。燕回，我求求你别赌气好吗？现在有什么事情比你的性命还重要啊？我不是赌气，我不想要他的东西，而且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。护心灵本就是他的东西，他迟早会拿回去的。再说了，现在有青丘秘宝可以帮助我们解除黑气之主的控制，我们去寻便是，不需要他人的帮助。好，我会帮你的。别跑！超火烈！等等我，你别跑！你还笑？你这还追我？这什么鬼东西啊！
烫得我这么烫，一个烂木头，我给它扔掉。这好像是我阿娘的东西。你阿娘？我阿娘名唤雪里，乃是青丘国主夫人，尊贵至极。青丘举国只有她的东西能篆刻领字。领字？你阿娘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？恐怕要回去问问我爹才能知道。还是下不了手是吧？那我帮帮你。你阿娘的罗盘是干什么用的？既然是罗盘，那当然是指明方向的了。那很普通嘛，还是我的幻妖戒指更厉害。你看，我的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更厉害。我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，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厉害，罗盘，戒指厉害。都跟你说罗盘，他生气了。一个罗盘有什么好生气的呀？你这罗盘，你这罗盘。怎么回事啊？嘘，别说话，不要动。刚刚那是白小生。被吸进去了。这是哪儿？不对劲啊！怎么会把他们吸进去呢？这不可能啊！哎呀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赶紧想想办法救他们！你阿娘的东西，你打不开。 谁在那儿？这里太诡异了，不可久留。这是……天辉。 我和颜回刚才好像是被一个法器吸进来的，这里应该是法器里的空间。
这是何物？这样就可以出去了吗？雪里，雪里，你骗我！你骗我！是谁在我脑海中说话？这些人好像在对我施法。他是谁？为什么这个女子看起来这么悲伤？我心中为何会如此愤怒与悲凉？我知道了，他使用的术法是陈星山的术法，他在封印我。可他为何要封印我？人呢？应该快出来了吧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行，我怎么不行？怎么消失了？燕怀，燕怀，你不要过来！燕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特别想逃你的护心里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你想要护心灵，我可以给你。你滚开！我不要！你别动，这里危险，我们先想办法离开此处。你才别动！我说了，我现在想逃护心里，但我又不想逃护心里。我知道我说的很乱，但我就是不想再和你扯上任何关系。我现在是真的看见你就难受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害怕。你没有死过，你根本就不懂我看见你有多害怕。护心灵的事，是我不对。人呢？能放出来吗？燕怀，怎么是你？燕回呢？你还敢跟我提燕回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都捅过人家心口，为何还要装作一副关心他的样子？还释放了这个结界，连我也想一起弄死。我未曾想过害他，这结界与我无关，我也被困住了。你说这话就奇怪了。你那通红的剑，冒着灼人的火焰，
剑刃比我胳膊还要长，你就这么往别人心里搜？你不是想害他，难道你是在救他吗？你不该让黑旗之主救他，这是在饮鸩止渴。没有你那刀，何必要饮鸩？还是你觉得我就应该把他留在地上，看着他去死？要我说，你要是真的想补偿他的话，就把你那护心灵还给他。护心灵我会给他，但你已经让黑旗之主救了他，为何还要我的护心灵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瞒你了。他靠着黑旗之主的力量而活，黑旗之主有令，若他不带回护心灵，便不会留他的命。所以，若我是你，今晚就自觉一点，别再让我操心了。他此前一路皆是正常，唯独今晚突然黑气四溢，想要掏灵。哼，是你对他动了手脚。是又怎样？我给他护心灵是为了救他，不是为了满足黑旗之主。舍不得了。如今他黑气入体，黑旗之主让他来掏灵，你确定拿回了护心灵，黑旗之主就能放过他吗？你与他演过北郭先生的故事，你可知还有一个故事，叫与虎谋皮。若想要救燕回，必须先去除黑气，再放入护心灵，方可让他同时拥有生命和自由。我来。要开始了。燕回，你别过来！我现在杀心重得很。好像没那么烦躁了。那就好。燕回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要向你坦诚。今晚黑气的爆发是我引的，但我们被困此处，定是因为那妖龙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想让你去掏他的护心灵。你大可不必如此。你不是说我们只要来青丘，找到了那个什么幽冥赋，就可以摆脱黑气之主的控制吗？那是我骗你的。那个时候在龙谷，我重新归来，我不能直接告诉你我跟黑气之主的关系，只能骗你来博取你的信任。后来在迷雾森林外，我又不想和你分开，所以，即使我们找到了幽冥赋，也摆脱不了黑气，也不可能摆脱黑气之主。那也不是。我之所以来到青丘想要夺此秘宝，是因为黑气之主极其看重此秘宝。我原本的打算是拿到幽冥赋之后，拿着幽冥赋去威胁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否则，我愿意与这个秘宝同归于尽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除了拿命一搏，我不知道其他救你的方式了。经此一遭，我算是明白了，没有什么值得你拿命去换的，我也不值。不，你值得。不，我不值得，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。
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。今日听你说黑漆之主想要护心灵，我曾经也想过这个办法，把护心灵给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但是后来想想，我们还是别这么轻信他吧。这些事情等出去以后再说吧。方才被黑气控制，还没来得及好好观察这个地方呢。波动表盘可以到特定的地方，除此之外，空间还会自行变换。你说的表盘是这个？就是它。你写什么？我丑。我牛。这表盘怎么还骂一个夸一个？给我的分析，我做错什么了？这表盘的意思是……哎，燕怀。你阿娘的东西到底怎么玩啊？燕怀，燕怀，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就想用这结界拆散我与他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是我。除了你还能有谁？燕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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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干嘛？你别过来，离我远一点。哎，你别给我弄坏了！燕怀，燕怀！刚才空间变化杂乱无章，现在又戛然而止。难道外面有人在操控这法器？5变成了3。我们这么做好像没什么用。燕怀，又是你，你不要过来！你体内的黑气被压制住了。你今日之所以黑气暴涨，是因为白晓生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无非就是想提醒我离白晓生远一点。前因后果我都知道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。抱歉，把你牵连进来。你的护心灵，我是真的不想要。今天的事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知道你的苦衷，也理解你的做法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一看见你，我就害怕。你之所以借黑气而生，都是我的过错。我只想帮你解决你身体的问题，然后我会离开。你若是害怕我可以不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不会给你造成负担。当真？一如来青丘的这一路，那你离字据。这方向我看不清。我乃玲珑天妖，原本命途决绝，幸于燕回，屡次救于危灭。我感念于心，无以为报，
今只有幽冥赋，愿倾力相争，并拱手相赠。你放心，帮你找回身体这事儿，我记在心上了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这一次是没有任何外力干涉，真心实意的、单纯的、真诚的，心悦于你。丰富过一生叹息，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而今缘尽东西，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，立此为据，日月同明。一杯离人泪，几人尝过？年年日思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很好。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丰富过一生叹息。还有自我。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多谢。我们还是想办法先离开这个地方吧。我在这里，一会儿看见你，一会儿看见白晓生，你可知这地方有什么规律可循？我看看你手上的表盘。3辰。我之前写的是丑。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。你的表盘写的是地支，是12时辰。12时辰。那方才白晓生的表盘上写的是牛，莫不是12生肖？那你这个3是12月间，以北斗七星之斗柄，瑶光星所指的位置而见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季节，会分别指向12辰，也就是12月间，就是12个月份呗。正月见寅，2月见卯，3月见辰，4月见巳。我手上的3就是3月，刚好对应你手上的辰。如此说来，只要地支和月份对上，我们便能出现在同一时空。那倘若白晓生的生肖也对上，我们3个不就是可以相聚了？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。对。子鼠丑牛，我把表盘拨回丑，那你12月见丑。对，那你拨回12月。如果没有见到的话，我们再拨回来便可。叶回，你们怎么在一起？他说的果然是真的。说什么是真的？停在一条线上了。叶回，终于出来了。燕回、龙主、白晓生，急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们要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呢。这个狐狸真是笨死了，倒腾半天也没倒腾明白。你不也没倒腾明白？我跟这东西又没有渊源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我们这不是出来了吗？你的罗盘。哦，原来是这个东西，还把我们关在里面。狐狸精，你怎么这么对我们？我没害你们，罗盘还我！哎，又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急什么呀？这罗盘
究竟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阿娘的东西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遗落在这旷野之中。雪里，雪里，你阿娘是雪里？大胆，竟敢直呼我阿娘名讳！燕怀，你认识这臭狐狸的娘亲？我曾听师门的人说过，说陈星山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大师姐，连清广掌门见了都得喊她一声师姐。传说他老人家为了悟道，云游天下，没想到竟然来了青丘，还成了国主夫人。那是，我阿娘虽是玄门人，但对妖族并无偏见。她为了我阿爹来到青丘，就是为了寻找对付黑气的办法。只可惜，她已仙逝。你阿娘也知道黑气？当然，传说她还写了一本名为《幽冥赋》的旷世奇书，就是用来对付黑气的。只不过，现在谁都找不到。没想到海外大征召得了个真消息，若我们真能找到幽冥符，说不定就能控制符印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被他控制了。幽冥符若是能对付黑气，尊者这些年来又为何让我找寻幽冥符？青丘国主也不知其下落。我阿爹应该是知道的，只不过他都闭关10多年了，我都许久未曾跟他见过。或许这个罗盘就是我阿娘研制出来去除黑气的法宝。你们被卷入罗盘之中，难道是因为黑气？怎么可能？当然不是啊！或许这个罗盘年久未修，才误将我们卷了进去。还能这样？哦，哎，都累了一天了，该回去休息了。我又不困。走着走着就困了吗？好了，哼，也不早了啊。我们3个人之间，是不是有一个人应该要消失了呀？他今天怎么这么识相？我们立了字据啊。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。早该这么干了。这黑气之主和雪里认识吗？不知道啊，怎么这么问？我好像在罗盘里听到了黑气之主的声音。尊者和大国主夫人能有什么关系？黑气之主，幽冥府，雪里，看来这青丘并不简单。是啊，就是因为不简单，所以你才要好好的跟在我身边。走啦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今日召集各位长老，是有要事宣布。妖龙伤害素影真人在先，九尾狐妖、萧广寒们仙冠在后，如此肆意妄为，他们肯定还会有大动作。看来这妖族实在是欺负我们玄门太甚。没错，当年我们紫霄宗、紫春仙子失踪，想必也是他们搞得快。不可助长他们的气焰。对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如今这妖龙已偷渡黑河，逃向青丘。我已向青丘发信，
若他们交出妖龙，我们玄门便不必与他们发起一战；但若不交，我们便越过黑河，踏平青丘。这玄妖两界数10年的和平，可是他们率先打破的。对，就是啊，天非在人要斩。楚风，莫把我的书压坏。书，就知道你的书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这个身体要少熬夜，少忧虑。多晒太阳，多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还这么操劳？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死法叫猝死？大国主闭关多年，你要是倒下了，青丘谁来做主？难道真指望竹离那个混小子吗？我没事的。没事。你这个眼睛比我上次来的时候浑浊多了，气血也亏。最近都做什么了，公子？可能最近比较劳累吧。长兰公子。赵公，公子正在医治眼疾，你怎能不经通传便径直入内？收到消息，玲珑天耀近日已出现在我青丘地界。天耀他来了。可玄门诸多门派也在三重山附近聚集，今日传来消息，要我们交出玲珑天耀，否则便威胁我等再起玄妖之战。这些玄门人，此前便害了我们云溪公主，而今竟还敢如此咄咄逼人。以我之见，要战便战，我青丘断无被他们威胁的可能。罢了，这些也都只是一些威胁之言，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的。至于天耀，他要来青丘，一定好好去守护。这是自然，只是什么威胁之言便罢了。长兰公子，这些年你主事青丘，便是对这些玄门太过于温和，才让他们今日敢在三重山对我青丘大放厥词。知道还怪起公子来了。与玄门这一战，赵公大可亲自前去啊。你区一个医师，也配多嘴此事？好了，你们都先别吵了。公子，赵公有事禀报，龙主已到王宫外了。我现在还在治疗眼疾，那麻烦赵公为我去迎接天耀，先带他去休息吧。龙主造访，我自会亲迎。这个赵玉，仗着自己掌管青丘防务，对公子也太不敬了。赵公只是为人比较坦率，但他所言所行也都是为了青丘的。你呀，也莫嚼那么多舌根了，好吗？他说别的我都不认可，唯独说公子太温和这话，我比谁都赞同。公子，你就是对谁都太好了。来吧。哇！早就听闻这青丘王宫建在巨树之上，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大的树啊！没见过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看到的都是我要继承的，我厉害吧？哎，糟蹋了！你说什么？亡国之相啊！有人来了！来接我？哎呀，赵公，今日怎么能屈您大驾进来王宫外面接我呀？哎！恭迎龙主！恭迎龙主！龙主，
玲珑的珑，龙主的主，龙主，你们这样子不告诉我？不必多礼。龙主，我大国主如今正在闭关。你看他那个眼神，那个气质。安排龙主稍作休息。闭嘴。请随我来。白小生，走吧。等等。你便是那个被陈兴山逐出山门的玄门弟子，燕回。没想到青丘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。我青丘王宫不许玄门人入内。赵公，燕辉他们在外面也帮我挺多的，让他们进去吧。玄门人不得入青丘王宫。让他们进去吧。你既然知道他的名字，就应该知道，是他与我一起，炸了永州城宿影结界，释放了被奴役的万妖。既是龙主之意，哼！龙主，请。我们走吧。哟，刚才不是有人说要继承这一切吗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在青丘你还没那条龙好用呢。现在的青丘防务不都是赵公在管吗？而且，那人狼子野心，我阿爹正在闭关，他一直对主政的二叔和我颇有不满。以后你们在青丘得小心点他。看来你们青丘也不太平。